这只小猫咪为了住进豪宅，决定抓一只杰瑞作为礼物送给房主，希望房主可以收留它这只可怜的小猫咪。就在几天前，这只流浪猫竟然像只壁虎一样扒在人家窗前，这是要趁人不注意强行入住吗？房间里面的女主看到这一幕，直接惊呼出声，小猫被吓得立刻跳了下来，接着对着窗户喵喵的叫个不停，这是在请求女主打开窗户，收留她这只可爱的小猫咪。可女主丝毫不为所动，还训斥猫咪这种死缠烂打的行为是不对的。小猫咪低下头，一脸委屈。看到女主走进了卧室，小猫咪也转身离开了。她这是要放弃了吗？刚走进卧室的女主就看见小猫咪又出现在卧室的窗外，这脸皮未免也太厚了吧！女主愤怒地拍打窗户，将小猫赶走。女主说小猫咪是只流浪猫，不知道为什么就赖上了自己，每天都会出现在自己家外面守着。看着小猫咪可爱萌化了的样子，女主忍不住上前逗弄起来，和小猫玩得不亦乐乎。可一会儿后，女主突然停下，告诫自己不能被可爱冲昏了头脑。明明很喜欢小猫，那女主为什么要克制自己呢？就在这时，卧室房门后伸出了一只猫爪子，接着走出来一只超高颜值的猫咪，猫咪叫豆豆，虫主已经养了6年，也正是因为家里已经有了个猫主子，所以才没有收养小白猫。看着屋子里温馨有爱的场面，小白猫眼神里充满了羡慕，下一秒失落的转身离开，可怜的令人心疼。认为收留小猫的请扣666，不过小猫可没有因此放弃，它决定送给女主一个惊喜，死死盯着对面的草丛，接着一个箭步冲了出去，下一刻嘴里就叼了一只小杰瑞。没想到小猫还懂人情世故，打算将这个精心准备的礼物送给女主，心想女主收到这份礼物肯定会收养自己。女主看到这份大礼差点喜极而泣。傍晚，小猫发现屋子的大门没关，心想肯定是白天送的礼物起效果了，于是大摇大摆地走进了屋子，心满意足地打量着未来的豪宅，接着跳到沙发上仔细地梳理起毛发，以后它也是有家的猫了，要干净一些才行。突然后背传来一股凉飕飕的寒意，扭头就和愤怒的女主对上眼神。小猫还没搞清楚状况就被女主抱了出去，它哪里知道自己眼里倍感珍惜的东西，在别人眼里一文不值。这次它被抱到了很远的地方，担心小猫会跟着自己。女主放下小猫后转身拔腿就跑，小猫第一次露出落寞和难过的神情，这一次它真的伤心了，接着失望的转身离开了。之后的几天，小猫再也没有出现，还是女主的女儿率先发现，哭着询问妈妈为什么不能收养它，也因此说出了小猫一直赖在这里的真相。原来小白猫是被妈妈丢在这里的，就在几个月前，怀孕的猫妈妈被一位大叔遗弃在附近，不久后生下了3只小奶猫。可流浪的生活太过艰难，她失去了另外2个孩子，只剩下了小白一个。某一天，一位女孩向她伸出了温暖的手，给她提供了饱腹的食物。猫妈妈深知流浪生活是多么艰难，不想让唯一的孩子和她继续过这样的日子。她知道小女孩是个好人，于是决定将小白留在女孩家门口，然后忍痛离开了这里。不得不说，母爱真的太伟大了。小猫坐在原地不舍地看着妈妈远离的背影，并没有选择跟上去。它知道妈妈的心意，因此下定决心一定要被这户人家收养，坚定地迈出了第一步，不管多么困难，它都一定要完成。这也就有了视频的开头那一幕，流浪小猫死皮赖脸求收养，让我们给伟大的母爱点个赞吧，一起扣波666，给小猫加个油吧。小女孩焦急地在村里四处寻找，她很担心小白猫的安全，女主也很后悔自己之前的做法。最后，女孩在一处角落里听到了小猫的叫声，循着声音在一棵树上发现了小猫咪。小白猫开心地跳下来和女孩撒娇，似乎已经忘掉了之前的难过。好在小猫身上没有看到受伤的痕迹。接着女主拿来了食物，小家伙大口大口吃了起来，看样子是饿坏了。女主在这一刻也意识到了，原来小猫早已经在他们心中占有了一席之地，决定收养这只可爱懂事的小猫。为了表达之前的歉意，为小猫准备了一个豪华的猫爬架，还准备了一个温馨的小窝。自此，小白猫终于得偿所愿，住进了妈妈希望它住进的豪宅之中，结束了自己流浪的生活，有了爱它疼它的主人。让我们给坚强的小猫和伟大的猫妈妈点个赞吧！祝愿小猫今后的日子快乐幸福，猫妈妈在外也可以平平安安。喜欢的朋友可以留个关注，持续分享更多精彩有趣的故事。眼前这只流浪猫是个戏精，为了蹭吃蹭喝假装怀孕骗了所有人。就在不久前，流浪猫晃晃悠悠来到修车店门口，店员说这只猫很赖皮，如果不给它开门，它就会一直赖在门口不走，然后就蹲在门口，大眼睛直勾勾地盯着里面。当店员打开门后，猫咪就大摇大摆走了进来，直接跳到了沙发上面，一点都不把自己当外猫，毫无羞耻地躺了下来。其厚脸皮的程度让人哑口无言，猫咪也不在乎他人的目光，舒服地躺在沙发上，露出自己圆滚滚的小肚子。店员想把厚脸皮的猫咪赶出去，猫咪顿时就不干了，心想我好不容易才混进来，想把我赶走门都没有。猫咪坐在沙发上一动不动，小眼神可怜兮兮地盯着店员小姐姐。接着猫咪躺在沙发上，悠闲地梳理起自己的毛发。店员说猫咪进来后不混到顿饭吃，就别想让它再轻易出去。它不管店里的人进进出出，反正就趴在沙发上纹丝不动，完全不害怕陌生人。贯彻厚脸皮才能吃饱饭的道理，还秀了一把自己的大长腿。终于熬到了开饭时间，店员小姐姐开始为她准备晚饭。果然坚持就是胜利。吃饱后，猫咪跳到饮水机上，开始不停地喵喵叫着。店员说她这是想喝水了，这也太聪明了吧！小姐姐看着一点都不客气的猫咪，骂骂咧咧，心想自己是不是上辈子欠她的，这辈子来找自己讨债来了。认为猫咪厚脸皮的请扣666。吃饱喝足后，猫咪又舒服地躺在沙发上。
上梳理毛发，还很懂得人情世故，讨好的舔舐着小姐姐的手。吃饱休息够了，猫咪又坐到门口，这是想出去溜达溜达，希望店员可以帮他开门。可猫咪出去溜达还不到几分钟，突然一只橘猫就向他扑了过来。店员说，橘猫和他是死对头，仗着身手不凡，经常欺负他。好在黑色的猫咪躲猫猫厉害，抱着打不过我还躲不过的想法，一溜烟就跑到花盆后成功躲了起来。看见橘猫还在傻傻的找自己，立刻以100米9秒4的速度朝修车店跑去，小眼睛紧张的盯着外面，看看橘猫有没有追上来。还真是个小机灵鬼。店员猜测猫咪应该是抢地盘抢不过橘猫，所以才会赖在他们这儿的吧。猫咪心想，你们想的太多了，我就是单纯的想来蹭吃蹭喝。接着舒服躺在沙发上，继续露出自己圆滚滚的肚子，似乎希望店员可以发现什么。最终还是一位客户率先发现异常，看着猫咪略显臃肿的肚子，怀疑她是不是怀孕了。猫咪感动的差点哭了出来，这么久终于有人注意到她的肚子。接着更加卖力的向店员展示自己的肚子。小姐姐仔细观察后，这才恍然大悟，原来猫咪是因为怀有身孕，需要帮助才找上门求助的。同情心瞬间泛滥，特意为她准备了一顿大餐，是小猫咪最喜欢吃的烤鱼，给她补充营养，还特意准备了一个舒服的小窝，和之前的待遇对比高了不知道多少个档次。几天后，猫咪变得非常焦虑，在修车店里跑来跑去，似乎是在寻找着什么东西。几乎找遍了修车店的每一个隐蔽的角落，异常行为也引起了店员们的注意，猜测是猫咪快到分娩的时候了，在寻找符合分娩的地点，于是立马请来了兽医为它检查，一个个激动地等待着结果，想知道猫咪怀了几个宝宝。然而兽医说猫咪压根就没有怀孕，所有人都被这个消息惊呆了，联想到猫咪之前的各种反常行为，明明就是想找个安全的地方分娩啊。兽医解释到，这只猫咪一点都不害怕人，应该是之前有主人的，并且曾经有分娩的经验。最近猫咪被很多人关爱呵护，加上店内的温度和灯光，一切都符合它曾经怀孕时的记忆，这种也被称为假想怀孕。好家伙呀，这是把所有人都欺骗了。兽医说，也许猫咪之前是想假装怀孕蹭吃蹭喝，估计演到最后它自己都相信了。这也太搞笑了吧，闹了半天居然是个大乌龙。至于猫咪圆滚滚的大肚子，只是单纯因为吃的太好胖出来的。兽医建议要给猫咪减肥了，被拆穿的小猫咪那是相当的尴尬，心想怎么自己也入戏了呢？不给猫咪颁发个奥斯卡小金猫都说不过去。不过大伙没有因此生气，修车店老板决定正式收养猫咪，因为这段时间可爱的猫咪让店里的客户多了不少，早已经成为了这里的吉祥物，业绩也是随之蹭蹭的上涨。自此猫咪靠自己的努力结束了漫长的流浪生活，在这里祝愿猫咪今后可以健康快乐，也让我们给猫咪的演技和好心的人点个赞吧。如果你认为店员的做法正确，请在评论区打出好人有好报，喜欢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，持续分享更多精彩故事。你知道狗狗的社交能力有多强吗？眼前这只狗狗是个地道的街溜子，欢快地迈着小短腿奔跑着，用树枝蹭一蹭刺挠的身体。新一天的溜达该即将开始。狗狗叫奥斯卡，是只社交牛逼症的狗狗，不敢说它的朋友遍天下，但在这条街绝对是出了名的。和朋友们一一打完招呼后，奥斯卡突然加速奔跑起来，他要抓紧时间赶往下一个地点。谁让他朋友太多了呢？很快，奥斯卡来到了第一个目的地，老板早就准备好了美味的食物。看着狼吞虎咽的奥斯卡，老板说和狗狗是好朋友，狗狗每天都会来拜访他。奥斯卡是个讲礼貌的好狗，吃完还不忘把碗洗得锃亮。奥斯卡和老板道别后，接着来到了大马路上，开心的打起了滚，刚伸了个懒腰准备离开，就被一个骑电动车的大叔喊住，这也是他的好朋友之一。奥斯卡熟练地跳上车子，没错，刚好今天时间比较紧凑，可以搭个顺风车。就这样，奥斯卡又蹦蹦跳跳来到另一片街区溜达，还没走远就被理发店的老板喊住。奥斯卡又屁颠跑了过去，摄像小哥询问老板是不是狗狗的主人，老板说只是朋友而已啦。好家伙呀，虽然说多个朋友多条路，可奥斯卡这朋友也太多了吧。认为狗狗朋友多的请扣666。奥斯卡看了一眼摄像小哥，搞不明白这个人为啥一直跟着自己，看了几眼确定不认识后，又继续开心的在大街上蹦蹦跳跳，着急忙慌的赶往下一个地点。很快来到一户人家后院，接着就扒在玻璃上叫门。大叔推门将奥斯卡放了进来，一人一狗似乎感情很好的样子。小哥在桌底看见了一个简易狗窝，还有平时吃饭的碗。小哥认为这就是奥斯卡的家了。奥斯卡将目光投向大叔，似乎在说你问他吧。大叔说自己不是狗狗的主人，都是朋友而已啦，狗狗只是每天来这里睡个午觉而已。另一边奥斯卡已经沉睡去，突然听见有人喊他名字，醒了过来，是一位戴着帽子的爷爷，他就是奥斯卡真正的主人。因为狗狗跑出去一天了，爷爷特地来找他回家的。可奥斯卡直接翻起了白眼，小脸上写满了幽怨。难道一只狗狗也有起床气吗？其实是奥斯卡压根就不想回家，他还有很多朋友没拜访呢。接着就被爷爷拖着爪子拽了起来。奥斯卡嘟着小嘴，狗脸上写满了不开心，就像贪玩不愿回家的小朋友一样。最后还是不情不愿地跟在爷爷身后。回到家就被爷爷一顿教训。爷爷说自己出去一会，反复叮嘱奥斯卡不要偷跑。可爷爷前脚刚走，奥斯卡小眼睛一亮，跳下椅子就准备开溜。刚走出门，抬头按到BBQ了。一人一狗相互对视，空气中弥漫着一丝丝尴尬。奥斯卡吓得转身跑回了屋子。爷爷出门前特意带上了门，可他太低估奥斯卡的智商了。只见奥斯卡熟练地用身体把门推开。
然后像个兔子一样蹦蹦跳跳跑掉，简直开心到飞起。爷爷离开前后还不到1分钟的时间，奥斯卡就又跑出去了，气得骑上电动车就上街寻找，心想晚上少不得要请奥斯卡吃竹笋炒腊肉。另一边，奥斯卡晃晃悠悠的在大街上溜达着，有不少漂亮小姐姐亲手喂他食物，这日子简直不要太潇洒。可还没嘚瑟一会儿，就听到远处传来爷爷的喊叫声，接着就被爷爷拎着小爪子一顿教育，小脸上写满了委屈和不情愿。爷爷实在不明白奥斯卡为什么这么痴迷于当个街溜子，不放他出去还会发脾气。明明是一只有主人的狗，愣是被很多人当成了流浪狗，甚至还有不少人特意制作了印有奥斯卡头像的传单，为走丢的狗狗寻找主人。兽医说是狗狗在家里找不到任何乐趣，而他的性格比较亲人，再加上可爱的外表，每次出去都有很多人陪他玩，还会喂他很多好吃的，让狗狗逐渐迷失了自我，在家里待着哪有外面的花花世界好玩。知道原因后，爷爷在家里清理出一块地方，买来了崭新的小窝和许多好玩的玩具，还给奥斯卡准备了各种小零食。奥斯卡简直不敢相信眼前的一切，开心的在小窝里打起了滚。爷爷其实也不想束缚住奥斯卡，只是想避免狗狗外出遇到未知的危险，一切都是为了爱犬的安全着想。最后还为狗狗定制了一个狗牌，让我们给可爱的狗狗和那些好心的朋友们点个赞吧。祝愿爷爷和狗狗健康快乐，喜欢的朋友可以留个关注，持续分享更多精彩有趣的故事。